有缘人，你曾经是不是觉得自己六亲缘浅，孤单的好像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也许你曾经历过家庭的不和，或是与亲人疏远的痛苦，总是看着别人有父母、兄弟姐妹的支持，而自己却只剩下一颗孤独的心。你常常想，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为什么别人拥有那种密切的亲情，而自己却似乎是被遗弃的那一个？但我想告诉你，不必害怕，六亲缘浅的人往往是最有福气的一类人。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请你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或许你会发现，这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机遇。六亲缘浅代表着你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甚至可能有一些疏远、隔阂，甚至不太亲近。很多人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完整，但你是否想过，这份缘浅反而是你独立、成长，并最终走向更大成功的关键？你或许会问，为什么六亲缘浅会是福气？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不幸的标志，但如果你看清了其中的内涵，你会发现，这背后潜藏着巨大的能量。今天，我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六亲缘浅的人，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幸福得多。缘深缘浅，并不是我们眼前见到的关系。这里的深浅不单单指的是眼前所见，在激烈的纠缠并不一定代表缘深，而萍水相逢也并不代表你们缘浅。只有缘起缘尽才能表达开端与终止。那么六亲不近的人暗藏哪些特征呢？如果说身边的人都说你温柔善良，性格又好，但是你一旦跟家里人沟通，就很难保持耐心和情绪稳定，总是三两句话说不到就开始烦躁，但是一看自家人伤心难过，你又会觉得愧疚难受。心理学上就把它称为性格冷漠症，也就是我们说的六亲缘浅。因为你经历太多了，太通透了，从小到大，你瞒着所有人独自迈过了很多坎儿，也许是成长上的坎坷，感情上的不顺利，又或者是事业上的阻碍，所以孤独反而滋养了你，让你更加的丰盈和自由。你不去依赖他人，独享自由，无需理解。但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六亲不近的人是来完成功课的，等交了卷，他们就会去往更幸福的地方。他们这一次是来了结他们的因果，在他身上一定有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孤独。不管是他的亲戚朋友，哪怕他原生家庭的，跟他都不会有太深的羁绊。他的六亲对于他来讲只是血缘上的六亲而已，用一句话来讲，其实就是本质具足，莫向外求。这是你为人的最后一世，你们只是来了结这个凡尘当中的很多因果而已。所以六亲缘浅的人，他一定是大福报的人，但是这个福报你要怎么样能够把它修出来，修得更好？怎么样能够让你自己这一世的因果完美的给它圆满？
那就是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提升自己，去成长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是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从累生宿世的角度来看，我们与怨亲债主之间的纠葛可能已经延续了很久。今生的六亲缘浅，或许正是因为前世的债务即将还清，彼此之间的缘分也即将结束。这种看似孤独的状态，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在最后一趟人间之旅中能够更加专注地修行和成长。当我们经历了种种痛苦和磨难，最终觉醒时，内心会发生巨大的转变。我们会放下过去的执念和痛苦，心变得平静而安宁。这种轻松和踏实感是开悟的象征，也是我们走向解脱的重要一步。六亲缘浅会让你早早学会独立。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那些亲情关系紧密的人，往往会容易依赖别人，缺乏独立的意识。他们习惯了有亲人在身边的支持，习惯了在困难时有人出手相助，而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成长是依靠自己。而你作为六亲缘浅的人，却早早学会了独立。你没有过多的依赖，没有轻松的后盾，在逆境中你只能靠自己，这让你比任何人都早早地锻炼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你没有被家庭关系捆绑，反而能更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去探索自己的世界。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心理独立性，指的是一个人在情感和认知上的独立能力。这种能力能帮助一个人在面对挑战时不依赖他人，拥有自主的决策力和行动力。而六亲缘浅的人，正是因为没有过多的依赖，他们在独立性上表现得更加成熟。你没有人给你铺好路，但你学会了自己走。你早早懂得了如何在生活中争取自己的机会，如何面对孤单和困难，不再期待依赖任何人的支持，而是从自己内心找到了坚强的力量。这样的独立性最终会为你的人生创造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而六亲缘浅让你学会自我疗愈。在很多家庭中，亲情是能够给人带来温暖和力量的源泉，但有时候当亲情关系过于紧密时，反而会让你对他人产生过多的依赖和期待。你总是期望亲人能在你需要时站出来，给你支撑和安慰。然而，亲情的过度依赖往往让你失去了自我疗愈的能力。你作为六亲缘浅的人，经历了更多的孤单和无助，你不得不学会自己疗愈自己。你知道，真正的力量并不是依赖别人给你温暖，而是从内心深处找到安抚自己的方法。你或许在某个寂静的夜晚流过眼泪，或许经历过无数个低谷，但这些都没有击垮你，反而让你变得更加强大。这种自我疗愈的能力，其实是心理学中的情绪调节能力。当一个人能够独自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并通过内心的调整
来恢复平衡时，这种能力就会成为他应对生活挑战的重要资源。而六亲缘浅的人，正是因为缺乏过多外界的情感依赖，早早就锻炼了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他们学会了自己面对悲伤、焦虑和痛苦，从而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你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学会了独自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这种能力不仅让你在感情上变得更加成熟，也让你在生活中更加有韧性，能够从任何困境中走出来，迎接新的希望。3. 六亲缘浅让你更加懂得选择。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些亲密关系中，那些和亲人关系深厚的人，往往在选择朋友和伴侣时比较盲目。他们习惯了依赖家庭的意见，习惯了在生活中依靠亲人的指引，甚至在选择人生的伴侣时，也会受到家人的影响。然而，六亲缘浅的人往往没有这种依赖，他们必须学会自己去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让你早早地拥有了一个重要的能力，自主决策的能力。你不再向外界寻求认同和支持，而是从内心去审视自己需要什么，渴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学会了如何与自己和解，学会了如何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最明智的决定。你的选择更加理性，思考更加独立，而这些都成为你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心理学上，自主决策能力被认为是个体心理成熟的标志。一个能独立做出决策的人，往往比依赖他人的人更有主动性和掌控力。而六亲缘浅的人，正是因为少了亲人的干预，学会了更加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更加贴合内心的真实需求。4. 六亲缘浅让你学会感恩。你曾经可能在某个夜晚感到孤独，或者感受到亲情的缺失。那时候你一定有过无数次的自问，为什么自己总是没有那么多人的关心？为什么别人有的你却没有？但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这些缺失，你才更加懂得去珍惜生活中的每一次温暖。六亲缘浅的人，虽然可能在亲情上感受到缺憾，但他们往往在其他方面会更加懂得感恩。他们知道，每一次别人对自己伸出的援手都来之不易，每一份温暖和关怀都值得珍惜。你学会了感恩，不仅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心存感激，更对每一次真正的关爱都怀有感激之情。研究表明，感恩不仅能提升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还能增强人际关系的质量。感恩的人往往更加积极，充满正能量，而这种正能量能吸引更多的人际关系和机遇。六亲缘浅的人，因为缺乏过度的依赖，他们对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总是更加敏感，并且会用心去回馈。这种感恩的力量最终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福报。5. 六亲缘浅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六亲缘浅的人最得天独厚的优势之一，
就是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他们不必过多地顾虑家庭的期望，不必屈从于外界对他们的控制，他们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被家族的传统观念束缚。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而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内心的独立和对外界影响的免疫。六亲缘浅的人正是因为少了亲情的负担，他们更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方向和步伐，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自由感会让他们更有动力去追求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六亲缘浅或许让你一度感到孤单和无助，但它给你带来的独立、成长、感恩和自由才是你最宝贵的财富。你不必害怕，你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强、成熟，因为你早早学会了如何自给自足，如何在孤独中找到力量。正是因为六亲缘浅，你才更加懂得生活的意义，懂得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最终会走向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未来。弘一法师说，六亲缘浅是福，修得是两不相欠。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人的每一世都是来了结因果的，跟外界的关系越复杂，说明业力越重，修行越深，就跟外界越两不相欠。无挂无碍，大道方成。六亲缘浅，说明这是他们的最后一世了，不欠任何人，不需要再在人间轮回了。人生就像一个太极图，否极泰来。六亲缘浅的人才是最有福报的人。六亲无靠，不碍事；六亲不害，是好事。有失必有得，看似没有援助，实则赚大了。缘浅代表纠缠少，相对来说比较清静。清静是大福气，说明今生不拖不欠。六亲缘浅，无论是从个人成长角度还是精神修行角度，都是好事儿。正所谓，心不苦则志不开，身不苦则福禄不厚。六亲缘浅的人，没有了外应，就会放下外求的心，转而向内寻找答案，提升自己，自强自立，结果反而能修得一颗沉着坚韧的心，把自身的能量爆发出来，更容易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璀璨天地。内在是具足一切的，里面什么都有，只要你愿意与之连接，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内在也是你真正的亲人，真正的家。前世不欠，今生不见，今生相见，皆有因缘。所有的遗憾并非是要折磨你，而是为了启迪你超越，让你看懂人性，教会你取舍，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完成救赎和涅槃，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当你熬到心中无爱无恨无他人的时候，你就重生了。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失去比拥有更踏实。释放了心中的爱与恨，
就能回归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就能笑对一切人生磨砺，就能静观天地畅意舒心，就能获得最深最平和的幸福快乐。正所谓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人生就是一场经历，谁又能真正的拥有什么？来去之间，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人间路过而已。六亲缘浅的人一定要加倍的善待自己，因为这一世能够真正爱你的人只有你自己，能够治愈你的也只有自己。当你开悟之后，我们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所认为的正常和正确，可能并不是绝对的真理。世界是颠倒的，一切都是反着的。六亲缘浅不再是一种遗憾，而是一种福报。因为没有了六亲的牵挂和束缚，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内心所想。那些曾经给我们带来痛苦和折磨的小人恶人，实际上是我们前世的债主，他们今生以这种方式出现，是为了向我们讨回前世的旧业债。虽然他们的行为可能让我们感到痛苦和困扰，但我们应该以宽容和慈悲的心态对待他们。通过痛快的还债，我们可以了结这段宿缘，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没有六亲的冷漠和小人的折磨，我们可能很难生发出智慧和开悟。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让我们不断反思和成长，逐渐领悟到生命的真谛。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化作恶人小人来度我们的人，他们是我们修行路上的重要助缘。当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元神归位之时无牵无挂时，我们会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我们不再执着于外在的关爱和认可，而是学会从内心寻找真正的平静和满足。我们会珍惜这最后一趟人间之旅，用智慧和慈悲去面对生活的挑战，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修好自身，了却因果。六亲缘浅是天赐福报，是修行的开始。愿你修得圆满，不欠自在重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